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中国10大最美的城市，感受它们各自独特的风情与韵味。这些城市有的历史悠久，有的风景如画，有的悠闲惬意，有的神秘圣洁。如果你去过其中3个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。而如果全部都去过，那真是太令人羡慕了。那么，它们到底是哪10座城市呢？让我们一一道来。第10名，成都，悠闲惬意的天府之国。说到悠闲和生活滋味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成都。作为四川省省会，成都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，物产富饶，气候温和，人们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。走在成都街头，你会发现茶馆随处可见，老人们端着盖碗茶，3、5成群地下棋，打麻将，好不悠哉。成都人的慢生活仿佛让时间都放缓了脚步，难怪有人打趣说，一到了成都就不想走了。成都的美不在于宏伟的古建筑，而在于那种悠闲市井之美和浓郁的市民生活气息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都缺乏文化景观，恰恰相反，成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传承。杜甫草堂的茅屋，武侯祠的苍松翠柏，都让人瞬间穿越回蜀汉时代。远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2000多年前的奇迹，为成都平原带来了1000年的繁荣与富足。站在都江堰旁，听鸣江水奔腾而过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当然，来到成都，怎能不提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？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游客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清晨漫步在竹林间，看着毛茸茸的熊猫宝宝抱着新鲜竹笋大快朵颐，那慵懒软萌的样子宛如这座城市精神的化身，可爱平和，怡然自得。有人说成都人爱吃辣椒，其实成都的火锅和麻婆豆腐之辣香，正如这座城市的人生态度，热辣中带着悠闲，自在中透着激情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傍晚，坐在宽窄巷子的青石板路旁，耳边是柔和的川剧清音，桌上一盅盖碗茶或一锅红彤彤的火锅，这样的成都生活怎能不令人向往呢？第9名，西安，穿越1000年的古都长安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内陆，走进一座可以让人瞬间穿越1000年的古都西安。西安古称长安，是13朝古都，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也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之一。漫步在西安城墙上，脚下的青砖见证了2000多年的风雨。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城墙，沿着城墙骑自行车一圈需要几个小时，但每一段都能看到古城与现代都市交融的独特景象。一边是护城河畔的垂柳和城楼飞檐，一边是城墙外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。历史与现代在这里和谐地拥抱在一起。走进西安的回民街，空气中弥漫着孜然和肉串的香气，让人口舌生津。这里的热闹不仅展现了西安人的生活，更蕴藏着1000年来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印记。在熙熙攘攘的小巷中，你能找到清真寺的身影，也能品尝到净糕、羊肉泡馍、肉夹馍这些西安招牌小吃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回民街张灯结彩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仿佛时光从未改变。当然，西安最震撼人心的奇观莫过于秦始皇兵马俑了。在临潼的黄土下沉睡了2000年的兵马俑坑，如今展现在世人面前时，无不让人瞠目结舌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走下坑道，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站立的陶俑方阵，数以千计栩栩如生的武士、战马排兵布阵，气势恢宏。每一张面孔都有细微的差别，仿佛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。这一刻，你仿佛回到了秦朝，置身于帝国的地下军阵之中。难怪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在这里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和震撼。除了兵马俑，西安还有许多古迹值得流连。大雁塔伫立1000年，俯瞰着盛唐长安的荣光。钟楼鼓楼每天准时报时，提醒人们莫忘古都的节奏。碑林里保留着历代书法大师的墨宝，让人感叹中华文化之博大。西安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，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魅力，等待着每一位访客去探索。
当夜色降临，登上古城墙，远眺华灯初上的西安，既古朴又瑰丽。我们仿佛看到13朝灯火依稀，听到时空深处传来的驼铃声。这样的古都怎能不令人神往？第8名，拉萨，雪域高原的圣城。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屋脊，去领略一座圣城的震撼之美。西藏首府拉萨，藏语意为圣地，海拔365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。走进拉萨，你首先感觉到的是刺眼的明媚阳光。这里一年日照时间长，被称为日光城。蓝天下，那座雄伟的宫殿矗立在红山之上，仿佛一座天地之间的桥梁。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布达拉宫。当你攀登布达拉宫的石阶，一点点向上，海拔的升高让人气喘，但每一步都充满虔诚与敬畏。洁白的宫墙，红色的宫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转动经筒的藏族老人，身着藏袍的信徒一路叩拜而上，他们日复一日的朝圣，只为心中的信仰。在宫殿顶端远眺拉萨河谷，近处金帆猎猎，远处群山环抱，城市仿佛镶嵌在纯净湛蓝的天空之下。那一刻，你会明白拉萨之所以被称为圣城，不仅因为这里是宗教中心，更因为它能洗涤人的心灵。走在拉萨老城区的八廓街上，石板路被转金的人群踩得光滑，街道两旁是古色古香的藏式民居和寺院商铺，空气中弥漫着酥油茶的浓香和藏香燃烧的味道。信徒们围绕着大昭寺缓缓转经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大昭寺的金顶在日光下闪耀，据说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就供奉在此，让无数信徒不远万里前来顶礼膜拜。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，站在大昭寺前看着那些虔诚叩首的人们，内心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平静的感染。拉萨的美是一种圣洁和人文交融的美，高原的蓝天白云触手可及，雪山在城市背景默默矗立，牛羊漫步在远处草场，而红墙金顶的宫殿庙宇，人们手中的转经筒与洁白哈达，又为这苍茫大地注入了浓浓的人文色彩。有人说，不到拉萨，不知道信仰的力量。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，深深呼吸稀薄而纯净的空气，聆听僧侣低沉的诵经声和风中猎猎作响的经幡，你会明白为何许多人一生向往这里。拉萨这座雪域高原的圣城，以它独有的庄严与美丽，教会我们敬畏与谦卑，带给每一个来访者内心的洗礼。第7名，重庆，山水霓虹的魔幻山城。从西藏高原回到中部地区，我们来到一座充满魔幻色彩的山城重庆。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，群山环抱，地形起伏，被称为山城。在这里，道路似乎永远修筑在坡上，建筑一层层叠叠地贴着山势而建。漫步重庆街头，你可能上一秒还在繁华的商圈，下一秒顺着台阶或电扶梯就进入了半山腰的居民区。初来乍到的人常常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因为一栋楼的一层可能是另一条路的10楼。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让人仿佛置身迷宫，这种立体感也造就了重庆独一无二的城市风貌。重庆最令人惊叹的时刻是在夜晚，当夕阳隐没群山，整座城市亮起万家灯火，远远望去，重庆宛如一座悬挂在半空的光之城。两江交汇处的解放碑，洪崖洞一带，高楼林立却错落有致，霓虹灯映照在江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仿佛千万条游龙在游弋。尤其洪崖洞那一排沿崖而建的仿古吊脚楼，层层叠叠，挂满灯笼，整条崖壁如同童话世界般明亮。据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里的场景，让许多人联想起重庆洪崖洞的夜景。站在江对岸远眺洪崖洞，你几乎怀疑自己走进了动画中的不夜城。当然，重庆的美不止于夜景。晨曦初入时，山间常浮起薄雾，给这座城市披上雾都的神秘面纱。清晨乘坐长江索道横跨长江，在半空中俯瞰江水和城郭，犹如飞翔于云雾之中。重庆还有独具特色的轨道交通，李子坝站的轻轨直接穿楼而过，
一度让外地人以为是特效镜头，可重庆人早已见怪不怪。我们的城市本来就长在山上，自然见缝插针，啥都有。如果说自然和城市的结合造就了重庆的奇幻，那么重庆人火辣的性格和美食则为它增添了热烈的温度。走在解放碑朝天门码头附近，不妨找一家火锅店坐下，红油翻滚的9宫格火锅端上来，辣椒含花椒的香气直冲鼻腔，夹起一片毛肚在沸腾的锅中七上八下地涮几秒钟，再蘸上特制的油碟送入口中，麻辣鲜香瞬间让人汗流浃背，痛快淋漓。重庆的辣是痛并快乐着的体验，也正如这座城市的性格，热情豪爽，刺激中带着爽快。重庆人常说不辣不欢，那股豪爽劲儿令人印象深刻。当你乘坐游船夜游两江，看着嘉陵江、长江两岸灯火璀璨的天际线，或者漫步在山城小巷，发现尽头突然出现的一处江景，你会由衷感叹这座城市的魔力。它将山、水、雾、光、人文融于一炉，产生了别处难以复制的立体之美。有人把重庆称作现实版的千与千寻，也有人说它是亚洲的魔幻之都。无论哪种称呼，都道出了重庆那种既传统又现代，既真实又梦幻的独特魅力。第6名，厦门，花园海岛的浪漫城市。离开内陆，我们来到东南沿海，感受一座小清新又充满异国风情的美丽城市——厦门。厦门地处福建沿海，三面环海，一面与大陆相连，被称为海上花园。走在厦门干净的街道上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绿意盎然，凤凰木和榕树在街边舒展枝叶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花香与海风的气息。厦门的城市节奏和气候一样温和舒适，既有现代都市的繁荣，也保留着悠闲浪漫的气质。厦门最为人称道的是那座宛如明珠般镶嵌在海上的小岛鼓浪屿。从厦门本岛乘渡轮10几分钟就能抵达鼓浪屿码头，一上岛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。岛上没有机动车，到处是静谧蜿蜒的巷道，小巧别致的院落和各国风格的老建筑。鼓浪屿曾是昔日的万国租界，各式欧陆风格的别墅洋房林立，其中不少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被细心保存下来。漫步在龙头路和福建路这些小街上，你会看见哥特式的教堂、巴洛克式的领事馆旧址、中西合璧的庭院，仿佛在开一场建筑博览会。难怪鼓浪屿又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。如果说建筑显示了鼓浪屿的历史沉淀，那么音乐则是这座小岛的灵魂。鼓浪屿钢琴密度之高，居全国之冠，被称为钢琴岛。许多家庭珍藏着古老的钢琴，巷子里时常传出悠扬的琴声。在岛上的音乐厅和博物馆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钢琴藏品和音乐故事。傍晚时分，找一家临海的咖啡馆坐下，耳边是海浪轻拍岩石的声音，不远处有街头艺人抱着吉他低声吟唱，斜阳把海面映成金色，整个鼓浪屿沉浸在一片慵懒而浪漫的氛围中。厦门本岛同样景色迷人，从环岛路骑自行车，左手大海，右手绿树草坪，不时还能望见对岸金门岛的轮廓。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一，依山傍海，绿树成荫，充满书卷气息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一睹芳容。南普陀寺的钟声悠悠，香火缭绕，让人心静。傍晚登上世贸双子塔的高层眺望，整座城市灯火璀璨。海湾大桥宛如一条发光的纽带，把城市和海洋连接在一起。说到厦门，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就是美食和小吃。土笋冻、沙茶面、海蛎煎、花生汤，每一种都藏着厦门人记忆中的老味道。走在中山路步行街，其楼下是热闹的店铺，招牌上写满了让人口水直流的美食名称。尝一口烧肉粽或春卷，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气。厦门的美是清新秀丽的，是浪漫文艺的，也是悠闲自在的。有人说，厦门是最适合发呆的城市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在海边吹吹风，在街头的咖啡馆发一下午呆，就已经觉得很幸福。当夜幕降临，漫步在白城沙滩，听海浪呢喃，看对岸鼓浪屿点点灯火，
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钟情于此，流连忘返。厦门就像一本淡雅的散文集，等待我们一页页去品读。第5名，三亚，碧海蓝天的热带天堂。现在我们一路向南，来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，领略一座热带滨海城市的无限魅力——三亚。三亚位于海南岛的最南端，拥有全中国最迷人的海岸线和最温暖的阳光。这里一年四季如夏，椰风海韵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南太平洋的度假胜地，因而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。走在三亚洁白细软的沙滩上，眼前是湛蓝清澈的海水，椰子树婆娑起舞，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，抬头望，天空高远湛蓝，偶尔飘过几朵洁白的云。这样的场景让久居城市的人瞬间心旷神怡。亚龙湾是三亚最负盛名的海湾之一，绵延7公里的弧形海滩被细沙覆盖，沙之白细如棉，海水透明湛蓝，可见度极佳。阳光下，整个海湾仿佛一湾碧蓝的玉带。漫步亚龙湾沙滩，脚下是如丝绸般细腻的沙粒，每一步都能陷进去一小节。海水温暖而轻柔地舔舐着脚背，仿佛在跟你调皮地玩耍。对许多人来说，来到三亚就等于来到了度假的天堂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生活的多姿多彩。喜欢探险的，可以去蜈支洲岛潜水，穿上潜水服跃入海中，与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共舞。珊瑚礁在清亮的海水中如梦似幻，美不胜收。如果不潜水，坐上玻璃底的小船，也能观赏到海底世界的斑斓景象。爱好摄影的朋友则一定不会错过天涯海角，那是几块坐落在海滩上的巨石，上面刻有天涯海角等字样。传说古时多少文人墨客来到这里，面朝大海，感叹天地之浩渺，自身之渺小。这片海滩也因此承载了人们对天涯相伴、海角同心的浪漫想象。三亚不仅有美景，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故事。这里聚居着黎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。你可以在偏远的村落感受原住民的生活，欣赏离景纺织和竹木乐器表演。每年农历3月3，黎苗同胞身着盛装，载歌载舞，用传统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。如果恰好遇上，不妨加入他们的竹竿舞阵营，与热情好客的当地人一起欢笑。当然，度假怎能少了美食相伴？三亚的热带水果鲜甜多汁，菠萝蜜、芒果、莲雾、椰子唾手可得。椰子水解可清凉，椰肉爽脆香甜。在海边的鱼排餐厅，你还能吃到最新鲜的海鲜，清蒸石斑鱼、香辣和热蟹、椰子鸡火锅，尤其是那一道海南名菜文昌鸡皮脆肉嫩，蘸上特制酱汁，令人口齿留香。夜幕降临时，找一处海边烧烤摊，吹着海风，撸串喝啤酒，看星辰大海映照彼此。人生一大快事莫过于此。有人说，在三亚连时间都慢下来。清晨，看太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，染红天空和海洋。黄昏，漫天火烧云映照下的海天一色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夜晚，海风阵阵，涛声依旧，如同大海在唱一首永不停歇的摇篮曲。三亚的美是一种纯粹的、治愈人心的美，让人身心放松，流连忘返。如果你厌倦了都市的喧嚣，不妨来这热带天堂住上些时日。或许离开时，你已被这里的阳光与笑容融化，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灵魂永远留在三亚的海滩上。第4名，苏州。小桥流水的东方威尼斯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与杭州自古齐名，一个以园林秀美闻名，一个以湖山旖旎称绝。如今，杭州有大都市的繁华，而苏州依然很好地保留着江南水乡的温婉古韵。苏州坐落在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，自古人杰地灵，富庶繁华，有人间天堂的美誉。苏州的美是柔美的、水灵的，处处小桥流水，粉墙黛瓦，如同一幅精致的水墨画。来到苏州，园林是不可错过的瑰宝。苏州古典园林以其巧夺天工的造园艺术闻名于世，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据说苏州全城曾有超过200座私人园林，保存至今。对外开放的也有数十处，其中拙政园、留园、
网师园、狮子林等9处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走进拙政园，只见亭台楼榭点缀在绿水假山之间，曲径通幽，不宜景异。哪怕园中游客众多，只要一抬头，就可能看到一幅画框般的美景。远处荷塘月色，近处竹影斑驳，仿佛身在诗画之中。留园以建筑布局精妙取胜，一座座厅堂廊榭如串珠般以回廊相连，让人迷失在古宅深院。狮子林因假山奇石酷似狮子而得名，假山迷宫蜿蜒曲折，趣味横生。而网师园虽然面积不大，却以精巧取胜，一池一石都布置得恰到好处，被称作园林中的袖珍玲珑美人。如果想体验更淳朴静谧的江南生活，那么走出园林区，去苏州的老街小巷看看吧。平江路是一条傍河的小街，青石板路沿着潺潺的小河展开，两岸是粉墙青瓦的人家，门前柳树依依，不时有乌篷船从河上荡过，船娘摇着橹，哼唱吴侬软语的小调，水波荡漾间，仿佛回到了从前慢的年代。坐在河边的茶馆，品一杯碧螺春，眼看游船如梭，行人如织，内心只觉岁月静好，连时间都放缓了步伐。苏州也是一座文人荟萃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。唐寅、唐伯虎、顾恺之、范仲淹、郑板桥，多少历史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足迹。玄庙关前的关前街是苏州最老牌的商业街区之一，从前这里酒楼茶肆林立，名人骚客聚集。如今漫步关前街，繁华依旧，小吃店铺鳞次栉比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不妨品尝一下苏州著名的小吃，鲜肉月饼、蟹壳黄、梅花糕、桂花糖粥，甜滋滋软糯糯的滋味，仿佛苏州评弹的曲调，婉转悠扬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苏州还有众多水乡古镇，周庄、同里、陆直、木渎，每一个都各有千秋，像散落在苏州附近的明珠。其中周庄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，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代表。陆直古镇静谧悠然，被称为神州水乡第一镇。同里则有退思园这样精致的园林，藏于古镇之间，别有洞天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则1-2个古镇走走，你会发现原来诗画江南真正的日常就是如此。晨光熹微中，渔民摇船归来，暮色降临时炊烟袅袅，人们临河洗衣，街边闲话家常，一切都简单而美好。苏州的美在于它能让现代人找到一份内心的安宁。在这里，现代化的高楼可以与古典的园林为邻，忙碌的生活可以与悠闲的时光并存。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金鸡湖畔的新城区灯光璀璨，而在不远处的三塘街，河水映着红灯笼，游船缓缓划过，又是另一番宁静的景象。这份动静皆宜的美，让苏州成为许多人梦中的江南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上千年来，无数文人墨客为他倾倒。苏东坡赞叹到苏州不有虎丘，乃汉室也。白居易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这些诗句早已化作苏州烟水之魂，飘荡在小桥流水之间。第3名，桂林，山水甲天下的先进山城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这句广为流传的佳句早已道出了桂林的美名。位于中国南方的桂林，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山水地貌举世闻名。这里山峰奇峻秀丽，江水蜿蜒清澈，山与水相映成趣，美得如同泼墨山水画卷。有人说，如果不来桂林，你很难想象山居然可以这样奇秀，水可以这样灵动。走进桂林市区，你首先会被一座特别的山吸引目光，那就是桂林城徽象鼻山。象鼻山位于漓江和桃花江汇流处，形如一头巨象，伸鼻临江汲水。尤其在夕阳西下时，象鼻山的倒影与山体在水中形成一个圆洞，酷似明月浮水的景象，被称为象山水月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桂林城区内还有伏波山、叠彩山等小巧玲珑的山峰点缀其间，登临其上可俯瞰桂林城，水绕山环，绿树掩映，宛若一座天然山水园林城市。然而要领略桂林山水的精华，非得乘一叶扁舟顺漓江而下不可。
从桂林顺流而下至阳朔，这一段漓江83公里，汇集了桂林山水最秀美的景致。清晨时分，乘上游船，漓江江面如镜，青山倒映其中，水天一色，江面上时而飘来一层薄薄的白雾，山峰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更平添几分仙境的朦胧感。沿途群峰奇枝罗列，有的如骆驼竞卧，九马画山，有的是老人含笑，黄布倒影，还有是笔架，是莲花的山峰层出不穷。最妙的是，这些倒映在江中的山峰，水中一幅，水上一幅，真假难辨，一步换景，美不胜收。难怪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感慨，桂林山水甲天下。又有人补充，阳朔堪称甲桂林。在漓江边的新平古镇，有一处景观更是人人熟悉，那就是人民币20元纸币背面的图案取景地。拿出20元人民币，对比眼前山水，你会发现画面上一模一样。江中渔夫撑着竹筏，身旁如池四立，两岸清风倒映，如诗如画。这一幕现实与货币图景的完美重合，让无数游客欣喜不已，纷纷拍照留念。桂林不仅有秀丽的山水，也有神奇的溶洞地貌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芦笛岩。这座位于光明山中的岩洞深达240米，洞内钟乳石在五彩灯光映照下千姿百态，如梦似幻。有人把芦笛岩称为大自然的艺术之宫，洞中石笋、石幔、石花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自芦笛岩开放以来，已经接待了4000多万游客，其中不乏各国元首和政要，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、卡特以及中国的邓小平、江泽民等都曾到此一游。他们无不对这鬼斧神工的自然奇景赞叹不已。因为接待贵宾众多，芦笛岩还得了个雅号叫国宾洞。试想，当你走在这天然形成的石廊中，抬头看如莲瀑般垂下的钟乳，身旁是形似水晶宫殿的石笋丛林，你几乎要怀疑这是不是某位神仙的居所，误闯人间了。桂林的山水之美也孕育了灿烂的人文。自古以来，无数文人墨客来到桂林，留下了动人的诗篇佳句，比如宋代诗人王正公的名句：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玉璧罗轻易可参，将桂林山水之美提炼至极。又如清代诗人徐芳描绘漓江，分明看见青山顶，船在青山顶上行，把山水倒影的奇景写得惟妙惟肖。桂林人也以自己家乡的山水为豪，传说桂林有800座山，800条巷，几乎每座山每条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如今的桂林既保有小城的清新气质，也焕发出现代旅游城市的活力。白天饱览山水洞穴之胜，夜晚还可以漫步正阳步行街，尝一尝桂林米粉的鲜香软滑，欣赏一场两江四湖的梦幻夜景。尤其两江四湖景区华灯齐放之时，湖畔的古南门、日月双塔、玻璃桥等都如水晶宫殿般倒映湖中，游船荡漾其间，仿佛置身童话。桂林的夜别有一番风情。正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山水甲桂林。桂林以它得天独厚的山川秀色，征服了世人的心。在这片山清水秀之间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造化神秀。在这里，一切喧嚣都会沉淀下来，内心会变得宁静而满足。有人说桂林是人间仙境，我想这并不夸张。当你身临其境，看着云雾缭绕的清风和碧波荡漾的漓江，你或许真的会以为自己误入了仙人的画卷。在桂林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也不只是水，那是大自然写给人类的一首抒情诗，一幅永恒的山水画。第二名，丽江，古韵悠悠的高原姑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到彩云之南，探访一座仿佛被时光遗忘的高原古城丽江。丽江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玉龙雪山下，海拔2400多米。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——大研古镇。与中原地区很多城池不同，丽江古城没有城墙。据传，统治丽江数百年的穆氏土司姓穆，如果筑城墙，四四方方的城池图形就像给木字加了框，变成了困，寓意自取困境。
所以穆氏先祖便决定不修城墙，让古城四方敞开。这虽是传说，却使丽江古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。走进丽江古城，迎面而来的是密布的青石板小路、清澈见底的水渠小溪，以及临水而建的纳西族传统院落民居。脚下的石板被岁月打磨得光可见人，街巷两旁的木楼彩瓦上垂下一串串红灯笼，摇曳着古城的风情。白天的丽江热闹非凡，四方街的广场上，纳西老阿妈身着民族服饰，踏着悠扬的乐曲翩翩起舞，引得游客也忍不住加入郭庄的队伍，共舞一曲。街道两旁，小店里出售着各色手工艺品，东巴子、扎染布、银饰、凤梨花瓶，琳琅满目。空气中时而飘过一阵酥油茶或烤牦牛肉的香味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要是累了，就寻家客栈坐下，品一壶本地的普洱茶或者青稞酒，望着院子里阳光穿过木梁洒下的光斑，内心一片宁静。相比白天的熙攘，我更爱丽江的清晨与夜晚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古城屋檐，街上的行人还很稀少，清新的高原空气中夹杂着一丝微凉，古城宛如刚睡醒般安静温柔。你可以独自漫步在五一街、七一街这些安静的小巷，看小桥下流水潺潺，听远处传来的悠扬纳西古乐声，那是一种静谧而美好的享受。到了夜晚，丽江又热闹起来，却不失其慵懒的调调。酒吧街灯红酒绿，歌声笑声此起彼伏。如果喜欢清静，不妨远离人群，登高到狮子山上的万古楼，远眺整座古城。繁星点点的夜空下，万家灯火的丽江古城错落有致地铺展在眼前。四周一片漆黑的原野中，唯有古城璀璨，宛如天上的银河落入凡尘，令人惊叹。丽江不仅景美文化也极其丰富多彩，这里是纳西族同胞的聚居地，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纳西文化。走进一家东巴文字体验馆，你会被那奇特的象形文字吸引。东巴文是纳西族的古老象形文字，被誉为人类文字的活化石。纳西古乐也是一绝，古乐队的老人们演奏着唐宋时期传下的乐曲，乐声苍凉古朴，仿佛能让人听见时光流淌。更有趣的是，丽江还流传着一部纳西族的创世史诗《东巴经》，里面满是对自然山川的歌颂和对生命的思考，可见这个民族与天地共生的智慧。丽江古城的一砖一瓦都透着历史，大石桥、三眼井，处处细节都有讲究。比如三眼井是纳西人民居前特有的水井设计，上游用于喝，中游洗菜，下游洗衣，既方便又卫生，可见先人的聪明才智。幕府是穆氏土司的府邸，气势恢宏，有丽江紫禁城之誉。在那里，你能了解穆氏家族如何在明朝册封下统治丽江数百年，并对中原文化兼收并蓄，使丽江成为滇西北的文化中心。当你站在古城中最高点的望城坡，一边是连绵的玉龙雪山，在夕阳下闪着银光，另一边是整个大研古镇的屋顶海洋，随地势起伏绵延。这种壮丽与古朴交融的景象，天下唯此独有，难怪有人称丽江是高原上的姑苏，既有江南古城的婉约，又平添了高原山川的雄奇。在这里，时间真的放慢了脚步，古城居民依然恬淡的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正因如此，许多游客一来就爱上丽江，不少人甚至选择在此常住，开一家小店，过上丽江闲散的日子。丽江的魅力不仅仅在古城本身，举头可见的玉龙雪山是北半球最南的大雪山群，主峰扇子陡，终年白雪皑皑，与古城的青瓦黑柱相映成趣。玉龙雪山脚下有一片高原草甸，叫蓝月谷，湖水湛蓝如玉，恍若人间仙境。还有不远处的泸沽湖，神秘的女儿国摩梭人居住在湖畔，被称为母系文化的活化石，吸引着无数人前往探访。无论你是流连于古城小巷的精致，还是迷醉在雪山湖泊的壮美，丽江都会在你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座城市让人明白，慢下来才可以感受到生活中那些细微而恒久的美好。在丽江，阳光特别温暖，时光特别慵懒，连笑容都特别真诚。有人说，
不来丽江，后悔来了更后悔。意思是，一旦来了丽江，心就留在了这里，很难再彻底离开。或许在丽江多住几日，你也会生出同感，这里就是你梦想中的诗与远方。过客变成归人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第一名，杭州，诗情画意的人间天堂。终于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杭州，这座浙江省的省会城市自古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，可谓当之无愧的中国最美城市之一。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当年游历至此，惊叹于杭州的繁华与美丽，称其为世界上最华贵耀眼的天城。历史上的杭州是南宋的都城临安，千百年来一直是富庶之地，文化名城。如今的杭州既是一座现代化都市，又完美保留了湖光山色与古典园林的秀美，让每一位来访者都流连忘返。说起杭州，美景数不胜数，但首推的绝对是西湖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一句诗，就道出了西湖之美的精髓。西湖宛如一位天生丽质的西子姑娘，无论晴雨朝暮，都各有姿态，令人百看不厌。西湖面积约 6.5 平方公里，湖面被苏堤、白堤和杨公堤等分隔出里西湖、外西湖、小南湖等水域。清晨宝雾青龙西湖，断桥残雪的故事为湖畔增添了一丝朦胧浪漫。正午，平湖秋月的湖面泛着粼粼波光，三潭映月的塔影倒映水中，仿佛天上明月落入湖心。傍晚时分，雷锋夕照染红了半边天，与雷峰塔的剪影相辉映，平添几分神秘与感伤的美。西湖十景每一处都美得各不相同，背后还流传着白娘子、许仙、苏小小、梁山伯、祝英台等动人传说，让美景更添人文情怀。西湖不仅风景醉人，还是一座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。围绕西湖一带，分布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名胜古迹。可以说，西湖一圈，半部南宋史。孤山上有文澜阁藏书楼，曾收藏四库全书。岳庙前竖立着精忠报国的岳飞雕像和木冢，中间青石跪像警示后人。曲院峰河边的曲院是古代酿酒作坊遗址。据传，每当夏荷盛开，清风徐来时，就能闻到淡淡酒香飘荡湖面。更不用提湖畔那一座座古刹，香火鼎盛的灵隐寺、飞来峰石窟中的精壮造像，令人仿佛走入时光秘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杭州光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就有10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历史文化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。沿着苏堤漫步，看柳丝浮水，闻莺啼声树，这幅如梦如幻的画卷，正是无数文人笔下的苏堤春晓。柳浪闻莺，花港观鱼，南屏晚钟，每一景都如诗如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如果累了，不妨乘一夜画舫，轻摇桨橹，荡漾湖上，远眺宝石山和宝柱塔，近看水波不兴，真有种置身仙境的错觉。西湖之美令人沉醉，而杭州的美远不止西湖。西湖以西有一片广阔的群山森林，是谓西湖群山，那里隐藏着龙井村、梅家屋这样的茶香。每到春天，新芽初绽，漫山遍野茶香氤氲，采茶女穿梭茶园，指尖飞舞，采下碧绿的嫩芽。龙井茶正是杭州的骄傲之一，作为中国名茶之首，曾为皇室贡品。倘若在雨后造访龙井村，泡一杯雨前龙井茶，只觉清香甘醇直入肺腑，满眼清脆欲滴，让人真正体会清明茶浓如酒，醉倒赏茶人的滋味。杭城之东则是另一番气象，京杭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就在杭州的拱辰桥一带，古老的石桥横跨运河，两岸的粉墙黛瓦诉说着运河2000多年的繁华商贸史。傍晚，运河水岸灯火通明，坐上画舫夜游运河，看两岸历史街区与现代高楼交相辉映，别有风味。走进河坊街、南宋御街这些古街区，青石板路两旁汇集了各种杭州传统小吃和手工艺，定胜糕、葱包惠儿、片儿川面，每一样都流传百年，让人垂涎。著名的胡庆余堂中药铺坐落于河坊街一块界漆精致牌匾，诉说着老字号的诚信与自律。杭州还是一座创新时尚的现代都市，
拥有人间天堂与互联网之都双重名片。现代化的滨江高楼与古典的西湖胜景相距不远，却毫不违和。在钱塘江南岸耸立的杭州奥体中心，莲花碗和灯光璀璨的钱江新城建筑群，展现着杭州欣欣向荣的现代活力。而驱车20-30分钟，就能重回西子湖畔的古朴宁静，一动一静之间，仿佛切换了两个世界，让人感叹杭州的包容与魅力。如果说别的城市各有特色，那么杭州之美可以说是集山、水、城、文、茶于一体的综合之美。山有栖霞岭、玉皇山的葱郁，水有西湖、钱塘江的灵动，城有南宋古都的遗韵与现代繁华的交织。文化上更是诗书传承，名人辈出，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柳永、李清照，多少文豪才子为杭州青岛留下千古绝唱。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描绘的正是南朝古都杭州烟雨迷蒙中的盛景。宋词中更有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渺，归思难收这样的惜别之句，道出离开杭州时的依依不舍。杭州的美景与传奇故事交织，每年吸引着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此朝圣。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，据统计，杭州全市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常年超过2亿人次，可谓盛况空前。试想每年这么多人不远千里跑来杭州，为的是什么？无非是目睹这传说中的人间仙境，亲身感受那份诗情画意。杭州不会让任何一个访客失望。当你泛舟西湖，夜观断桥，一时间仿佛理解了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年爱恋。当你聆听林隐城中，小酌龙井香茶，又觉得内心平静安宁，世间烦恼都随轻烟散去。杭州宛如一幅绵延的长卷画图，每次展开都能看到新的美景、新的细节。如果说开篇我们提到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么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，杭州就是当之无愧的人间天堂。在这里，大自然的秀丽与人文的巧思完美融合，塑造出一座既有颜值又有气质的城市。白日里漫游湖山之间，感叹欲把西湖比西子的绝妙；夜晚登高远眺，满城灯火与月色交融，恍若天上人间。这样美妙的杭州，难怪古往今来为之倾倒的人不计其数。倘若你还未曾踏足这片土地，请一定给自己一个赴天堂的机会。而如果你有幸来过杭州，相信你的内心会和我们一样，由衷地发出感叹，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，该是何等幸福啊！从成都的闲散到西安的厚重，从拉萨的圣洁到重庆的魔幻，从厦门的浪漫到三亚的热烈，从苏州的婉约到桂林的秀丽，从丽江的古朴到杭州的典雅，这10座中国最美城市各有各的风貌与神韵，宛如10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华夏大地上。能够亲身游历其中3座，已经足以让人回味无穷。而能把这10座城市全部踏遍，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和幸福。当然，中国地大物博，美景何止这10处，或许你心目中的最美城市另有他选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魅力，等待我们去发现。在旅途中，我们不仅欣赏风景，更遇见不同的人，体验不同的文化，这才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。希望这次对中国最美的10个城市的深入探索，能够启发你的旅行灵感。如果有机会，不妨亲自走访这些地方，用心去体会它们的美。相信当你真正站在那些画卷般的山水之间，古韵悠长的街巷之中，你会发现所有文字和描述都变得苍白，只有亲眼所见、亲身所感，才能领悟那份震撼和感动。背上行囊吧，让我们向着美景出发。也许下一个转角，你就会邂逅一场终身难忘的风景和际遇。旅行的美妙就在于此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愿我们都能在探索祖国壮丽河山的旅程中，丰富自己的阅历，开阔自己的心胸，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感动。一路精彩不停，风景永在前方等着你。